Hello， 大家好。你们有没有想过，时间这件事情其实跟飞行很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前进，而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原地盘旋。有的时候风太大，明明努力的推油门，却被风吹得远离了自己原本想走的航线。今天我们来聊一支，就是让我重新感受到，我觉得很简单，也可以拥有时间的浪漫的手表 ——Aviate Flyboy Engineer。其实如同标题一样，这只表5000块台币，却有着一战时期飞行员的灵魂。乍看之下，有点像 IWC Mark 18或者是 Mark 20，但是它的整个那一种简洁干净的军表比例，你仔细看一下，会发现它又多了一些不一样的有趣的小细节。那根秒针前端圆把的标志，就像战斗机的瞄准器的缩影。面盘那种细致的喷砂感，12点钟位置不是数字12，而是归零标的三角形。这些小细节就像是你在说飞行，它不光只是速度，而是一种铁的纪律。5节式的链带戴起来非常的稳，表扣说实话非常的硬，但是我必须说，以5000块的要求来讲，我会觉得已经做得算很好了。那特别的是这个，它表冠是一个倒状的一个钻石。一般我们知道，在这个传统的机械表，它为了让飞行员戴手套能够好操作，他们会做成洋葱头。有些会做的比较甚至像浪琴会多把那一根可以调的那一根凸出来个2个 millimeter， 让飞行员更好去做操作。不过在这个 Aviate 这个品牌底下呢，它只是把它做成了一个很特别的钻石头，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但是真的操作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灵敏。而让我惊讶的是，它里面放的是这个简单的 Seiko NH35的机芯，蓝宝石镜面，还加上了防反光镀膜。如果你们懂表，就会知道这些规格出现在5000块钱的价位上是非常夸张的事情。那这一集我就跟大家来慢慢聊，为什么这只表会让我想到那些复古的浪漫、一战的天空，以及我们现代人如何在这么快的生活节奏里面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飞行时间。好，开场之前，别忘了帮吉米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因为我们要继续一起在时间的跑道上面飞出一段又一段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这件事情确实它就是飞行，你不会知道风往哪里吹，你不会确定你这一趟的油够不够，你不会知道你这一次出去的距离要多远，因为我们不可能用尺去精确的测量出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对吧？那讲到 Aviate， 那就必须要讲到这个品牌。其实它这个品牌是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的 Spinnaker 的一个新的一个战表军表系列的一个飞行表系列的品牌。那同样，它是一个英国的公司。那它的组装跟生产当然都是在广东 ，OK， 那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所以它的价格可以压到这么的亲民。所以我觉得如果不会介意的人，这个表确实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活品味。OK， 讲到 Aviate， 既然讲到空战表，那我们就要回到20世纪初一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那个时候的天空没有雷达，没有自动驾驶，没有数位导航，飞行员穿着皮夹克，戴着护目镜。为什么？因为高空的风是冰冷的，空气中充满着汽油跟金属的声音。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手上那一只机械表。那一只表决定他们何时起飞，何时投弹，何时返航。那一只表不只是一个工具，而是它的生命的节奏。AVA 这个品牌就是要把那个时代的浪漫给带回来。其实它会叫做 AVI-8， 其实 Aviate 这个英文就是 Aviate 的谐音，其实就是飞行的意思。整个品牌都在论述同一件事情，飞行不光是速度，它也是一种态度。你可以看他们这一次这个 Flyboy 系列，每一只表它都不是在模仿，而是在致敬飞行表的那些经典元素。而这一只
Flyboy 的 engineer， 灵感是来自于飞机背后的工程师，那些没被看见的手。他们不是开飞机的人，但他们让飞机能够飞，能够作战，让金属能够有灵魂在空中里运转。而当你戴上这只手表的时候呢，你不会只是戴上 Aviate， 而是戴上的是那一段历史，那一段还没有数位，没有电波，没有 GPS， 一切都靠着人，靠着准确度，靠着人的反应来执着作战的那一个年代。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子去定调品牌的一个精神，因为在这个什么都快、什么都很及时的年代 ，Aviate 却去回头寻找那一份慢，那一份人类刚学会飞行的骄傲。我觉得这一种慢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自豪，就是一种我知道时间在走，但是我还想看着它慢慢走的那种浪漫。第一次拿到这只表的时候，其实我愣了一下。因为它确实非常非常像 IWC 那种纯粹又工整的比例，但你仔细看，你又会发现它是完全的不一样。它有一种英伦式的那种优雅，不张扬，但却又精准。Flyboy 的 engineer 的设计来自一战的战机的仪表板，你们可以看到红色的那个十字线，那不是装饰，而是开枪的准心。那个小的圆形的这个圆靶，就像是飞行员在瞄准敌机的时候开机关枪的那一种热血感。它的面盘不是平的，而是喷砂的质感，在光下会产生微微的阴影变化，就像飞机的金属会反光一样。而中央的颜色呢是它有出一个系列是深蓝色的，然后再一路渐层到雾面的黑。那我挑选的这一支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红色的秒针搭配上这个瞄准镜，而它的这个面盘就是很单纯的深灰色带颗粒。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就是它在12点钟没有放上12这个数字，而是用传统的飞行表上面的这个三角形跟归零的这个标示。那这个符号当然不是随便放的，因为早期飞行表的这个记号是让飞行员在震动或强光中也能够一眼去对准时间，所以它是一种回到原点的象征，也是一种校正的精神。那这一只表的镜面，它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圆拱形的蓝宝石。OK， 它稍微有一点点的弧度，那整个边缘的这个处理呢，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你在转动角度的时候呢，光会在表盘上面划过，就像飞机在云层上掠过一样，上面有防反光的镀膜，所以整个蓝面在阳光下会闪着一点点的冷光，有一种很静谧的那一种深色的气质。而秒针的设计真的是让我觉得很开心，就是红色带了一个圆形的圆靶，刚好呼应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 Roundel。 这不是巧合，这是致敬。你带着它就像带着一段历史，而它不老气，而是一种被重新设计过编排过的历史感。我觉得这只表很优秀的地方就是它做得刚刚好，没有过度的复古，没有刻意的现代，他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要给谁看，那是一种成熟、很设计、很自觉、不炫不躁、有骨气。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些表它其实很靠气势，但这只表它靠的是节奏。它的美不是那种第一眼你就会哇哦的那种惊艳，但是它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有节奏感。它就像是一首耐听的老爵士乐，节奏稳，旋律简单，但是每一拍都打在你的心情上。先讲一下比例，这只表的设计其实很聪明，42毫米的这个表壳，49毫米的这个 lug to lug，13.5的厚度。这表其实乍听之下好像很大致，但是其实 Aviate 把它整个的组合配得非常的有平衡感。当然了，跟我现在手上戴着36的这个表，你会感觉这个表好像变成了一个巨人。不过因为每一个表它都有不一样它想表达的事情，所以我们反而用更客观的态度去思考，这个表的设计究竟合理性在哪里。可以看到右边是36的，而左边是42的，看起来乍看之下是不是大小差了很多？不过我必须要说，你会发现这个表的层次很多，它跟我们旁边讲的这只 Seiko 同样都是军表，一个是陆军用表，一个是空军用表，所以它的味道也完全的不一样，都属于军表的一个家族。那我们今天讲的 Aviate 呢，它底层是喷砂，中层是立体数字的时标，而最上层是印刷上的刻度跟
红色的秒针。那它这个刻度是用刻度圈，所以整体有一点3层的这个结构。我觉得在这个价位里面能够做出这么多的层次是很不容易的。12点钟方向的这个归零三角形，则是这个空军表的一个经典灵魂。它就是象征的，就是早期飞行在黑暗的舱室内，你只要看到那个三角形，你就知道上方在哪里。而 AV8 这个符号，它不止实用，也成为了它设计美学的一部分。它在提醒你，不管飞多远，你都要记得起点在哪里。指针也很讲究，它采用的是这个剑形的指针，黑色的中轴，白色的夜光填充。那一根红色的秒针呢，在中轴旁边悬浮扫着，每扫过刻度，就像子弹划过空气一样，那种怎么讲啊？不光在致敬一战那一些战争的空军，更像是对准时间的一种象征。然后我觉得这个人老实说，整只表的灵魂之一就是你拿在手里稍微转一下它的角度，它的光线在表盘上就会有那种很温柔的曲线。第一个来自于它表径的这个弧度，第二个则是来自于它喷砂的这个面盘。你会觉得你明明知道这是玻璃，这是一个蓝光的折射，但是你会觉得整只表设计师做得非常的有味道。不是那种很德军的那种德式的军味，而是那种英伦飞行表带一点点优雅实用主义。而这一支 Flyboy Engineer 就完全的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它既绅士、复古、干净，它就像是穿着飞行夹克却又带着领带的飞行员，在战争跟美学之中找到了平衡感。这就是 AV8 的设计哲学，让成功变成一种风格，让功能变成一种能够对话的历史语言。我觉得早上出门，像前天我是带这一只表，那天刚好就是现在是有一个台风要进来了，反正就是前天的时候有这个小雨，我泡了杯咖啡，拿着表在阳光旁边就稍微上了个链，然后我就突然在思考为什么它叫做 Flyboy。 因为当你看着那一种面盘，你会觉得这跟我平常的文表真的是很不一样。它的整个时标都是夜光切割的时标，然后这个三角形加2个点告诉我们上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表你低头看着这个秒针慢慢划过的那种感觉，那一刻真的很安静。即便外面车水马龙，大家都在准备传讯息啊，准备到工作岗位，我都被那个节奏拉了进去。它戴起来让我觉得整个手感很稳定。那5节式的表带呢，重量分散得很好，我觉得不滑，一点也不会夹毛。它不是那种会让你忘记的表，而是那个有存在，你每一次转动手腕链接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声音，但是那声音很细啦。其实整个的表带的密合度，我觉得做的算是真的是可圈可点，毕竟它才5000块钱。那我觉得整个光打在这个玻璃的面上呢，会有一点点蓝光反射出来。我觉得这样一闪一闪的，就觉得生活也可以很浪漫。只是我们太久没有静静的坐下来，让时间陪伴我们。那我觉得这只手表它不光是装饰品，它更像提醒着我慢一点没关系，准一点就好。那个红色的靶心秒针在走，每一圈都像在呼吸，它只是走，这种感觉真的是只有机械表才能给我的。所以我常说这一只表它不光只是一只飞行表，它更像是一只具备 lifestyle 的手表。你不需要在天空飞，你只要在生活里保持着方向，它就能够让你稳住那个重心的方向。也许这就是我最喜欢这只表的原因，因为它提醒我，浪漫不一定要贵，贵不一定会让你觉得时间多了那一点点温度。有的时候我低头看时间，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如果说啦，时间是一场长途旅行，那这只表我觉得就是我的驾驶舱，它让我重新学会看时间，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去感受。我觉得这一只 AV8 Flyboy Engineer 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很直接，很不假思索，也不装高贵，也不强调机械的细节，而是很诚实诚恳的告诉我，它能够帮我把时间整理得清清楚楚。OK， 它不光是设计的巧思，更是一种哲学。那当然啦，
时间从来就不是被用来追赶的，而是用来被体验的。有的时候我们太想快，太想慢，太怕掉队，也许时间不是要我们赢，而是要我们去准时的回来，准时的出发，准时的到岗位。那这只5000多块钱的表，让我感受到比2-3万的表，机械表还要更深的东西，就是那一种飞行表的温度。有的时候我会在夜里面把它脱下来放在桌上，趴在桌上看它，我就会在想，如果人永远都在飞行的航线上面，有的时候天气晴，有的时候乱流，但终究它都是会降落，对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去行进，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定出一个方向，就像是12点钟的这个三角形一样，它告诉我们抬头往前走，不要去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一种体验。这只表虽然是12mm，很多人在现在会觉得这只表过大，可是我自己16.5公分的手腕去佩戴它，我并不会觉得到过大。而且因为它的表链，我一直说 Spinnaker 跟这个 AV8 其实他们在表链带上做的都还蛮用心的。Spinnaker 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表扣会过松，可是到 AV8 这边之后，我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紧，紧到甚至让我觉得有没有必要到这么紧？难道是因为被大家骂太惨了，所以在 AV8 这个品牌上面做的这么紧吗？OK， 那 anyway， 我相信也许是因为表还比较少戴的原因啦。不过我戴在手上，我必须要跟大家说，这个5节式的链带又有一点点百年灵的味道，又有一点 IWC 的味道，但又有一点点纯粹的空军表的那种味道。其实大家如果有看过真力时的空军表的话，应该会知道我讲的大洋葱头IWC 的大飞甚至是百年灵的那个7链带的那种斜的那种链带。其实这一只表 AVA 它给了5珠的这种无板带，其实非常非常的贴合手心。我必须要说它真的非常舒服，而且它的配重很好。然后一样，它的表带是有 tape down 的，它并不是22就一路22到最后，它是22一路缩到20，所以整个表看起来反而会多了一份优雅跟气质。OK， 所以我觉得5000块钱如果想买一只飞行表的话 ，AVH 这个品牌，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去试试看的。当然，这个款已经出了一段时间，它也是这个品牌里面最便宜、最入门的款式。可是，往往我觉得最单纯、最原始品牌推出的东西，其实是他们最想要跟客户沟通的语言。OK，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去看一看评论。如果觉得我讲的还不够，可以看看友台，可以看看别的国外的评论。OK，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那记得，同样老话，喜欢频道的话，帮我推荐给朋友，分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然后不要忘记，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觉得飞行表应该要有怎么样的规格或怎么样的品牌，欢迎你们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讨论。我有时间我都会尽量一一的去做回复。那最后，不管贵与便宜，手表就是手表，它都没有办法帮我们留住时间。就算它的动力储能来到1000小时，就算它只有41小时，我们的每天还是只有24小时。你跟我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所以希望大家戴了手表，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去懂得观察、欣赏生命里面出现的错与对。因为那都是神要我们去体验的东西。那吉米希望大家玩表都能够玩得开心，保持着开心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